哈，各位，这里是小马克的频道。那现在呢，我已经结束了新加坡的旅行，回到了我在泰国清迈的家里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在我在这个位置，它就是我在家里面的工作台。你们看到的新加坡系列，全部都是在这儿完成后期和剪辑的。真的要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新加坡系列的支持和喜欢。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 YouTube 频道已经突破1000粉丝啦！真的感谢大家支持，给大家鞠躬了。今天这一期呢，我就是应大家的要求，专门准备的一期新加坡最全的详细攻略，就是来给未来如果有机会要到新加坡旅行啊，或者是想要少踩雷啊，这些小伙伴们来准备的一期精华版。我相信你看了这一期最全攻略之后呢，一定能够像我一样玩转新加坡。但是呢，在观看之前，还是想要请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在观看的时候帮助我点赞和订阅，拜托拜托，点赞加订阅，你的欢乐我的喜悦。那这一集呢，我会通过在新加坡各种交通该怎么样去乘坐，各个景点的最佳的游览的方式以及新加坡的物价，还有我当时在新加坡旅行的时候的时间规划，来去帮助大家更加的细致去了解新加坡的这个旅行啊。那在最后呢，我也会公布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这一次5天4夜当中一共花了多少钱。那么新加坡之旅自由行懒人包，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要给大家讲的呢，就是我在去新加坡旅行之前都做了哪一些准备工作。那第一个呢，就是换钱。我当时呢是在银行里面换了1000新币，也就相当于人民币的5200块钱，我觉得已经完全足够用了哈。那大家出发之前呢，在当地的这个银行的话换好就可以了。但是说实话，我这1000新币我是到最后用力花才把它花完的，所以大家可以按照就是自己规划的那个天数换好需要的现金就可以了。其实在新加坡付款呢，大家更多的是使用信用卡，就信用卡是非常方便的，就一刷卡就付款结束了。所以第二个大家一定要准备的就是要带有 Visa 和 Master 的信用卡，它上面一定要有那个快速支付的那个标志。那在任何的地方，比如像坐公交啊、坐地铁啊、7-Eleven 啊，你买东西啊、吃东西啊，都是可以去刷卡的。包括我在环球影城去买这个优速通，就所有的这个事情都可以去使用信用卡就可以完成了。在新加坡呢，扫码支付它是没有那么多商家支持的，所以信用卡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带上，非常的方便。那第三个呢，就是手机卡。我是提前在淘宝上面买好的，35块钱可以用6天，完全足够用了。平均1天呢就是1块5毛钱。当然这个可以在新加坡机场就可以买到，但是会相对比较贵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还有呢，就是当然要带上足够天数的搭配好的好看的衣服。我这次5天的旅行当中，一共是带了7套衣服，其中包括防晒服啦、皮肤衣啦。因为新加坡的天气真的非常的晒又很热，大家都是清楚的。哦对，一定要带上雨伞。就是我去的5天当中，有3天的时间都在下雨。我刚刚下楼，然后就下了好大的雨。哦，这个雨好大呀！我得回去弄一个雨伞去。还有人呢问我，就是为什么我去动物园的时候会穿上一件长袖，就是这件衣服，就是因为我是那个紫外线过敏嘛，所以我一晒的话就会有很多那种红点点，很痒很痒，所以我宁愿热一点点，也不想要让自己被晒伤。其实在新加坡呢，很多的就是景区室内的温度是非常凉快的，它和室外的温度简直是2个世界。所以如果你要是去像滨海湾花园啊，一定要带上一个稍微薄一点的那种外套。我记得当时我去的那一天呢，他们当时现场就是在那儿穿衣服，还好我那天穿的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女生一定要记得裙子可以不用带太多，因为新加坡很多景点它都是那种空中的造景，比如像是那个天空桥啦，那种架空的，就会比较容易走光。如果你要是有计划去游泳的话，一定要带上2套泳衣，一定能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那在我之前发的这些视频攻略当中呢，最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从新加坡樟宜机场
坐交通工具到市区。那我今天呢也要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那在这里呢一共有4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坐地铁。那当大家出了海关之后呢，就可以根据那个指示牌来朝着这个地铁的方向走就可以了。虽然樟宜机场呢它很大，但是完全不用担心会就是迷路啊这种情况，因为它的指示牌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要注意的是 T2 和 T3 航站楼是可以直接下楼去坐地铁的。那如果说你是降落在 T1 航站楼，你就需要步行或者是搭那个 SkyTrain 到 T2、T3。如果你是降落到 T4 航站楼的话，你就需要坐那个摆渡车，都是可以到 T2、T3 去搭地铁就可以了。那地铁的营运时间呢是早上的5点20到晚上的11点50，就在这之间都可以坐地铁。大家可以提前下载一个 Google Map， 然后查好呢你应该坐哪一个线路，或者是去现场问一下工作人员就好了。大家全都是说中文的，所以不用担心沟通上面会有问题。而且要说的是，新加坡的朋友们都真的非常的友好。就我遇到2次，有人会主动过来帮助我，就是问我，你要去哪儿啊？你应该坐什么样的路线？所以在这儿呢，要给新加坡的小伙伴们点赞。如果你想坐公交车的话，也是可以同样的，就是跟着那个指示牌，它上面会有那个 Bus to City， 基本上大概2块新币吧，就是差不多10块钱就可以到了。一定要记得提前准备好零钱，这个务必要记得，因为新加坡的公交呢，它是没有找零服务的。我当时就是身上没有零钱，然后只有一个5块新币，实际上我只需要花3块，然后我就投进去5块，然后另外2块钱就做了贡献。那其实呢，还是带好信用卡就非常方便了，因为刷卡是最方便的一种付款方式。那机场的公交呢是10分钟左右一班 ，T1、T2、T3 可以直接到地下去搭巴士。同样呢，也建议大家一定要下载好 Google Map，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实时的看到自己的位置，就提前准备下车就可以了。那我这一次呢是因为带了比较多的行李，所以我就选择了打出租车。同样是跟着它的那个指示牌就可以找到出租车的位置。我觉得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出租车它是最便利也是最快速的一个从机场到市区的方式。那在出租车的计费上面呢，它的规则是比较复杂一些的，和我之前所体验的这种出租车的计费方式都不一样。那当时我们在乘坐的出租车师傅呢，还专门的给我们讲了一下。那我们新加坡的这个出租车是怎么计费的呢？因为我们刚才在那个地方看都没有看懂，它是怎么计费啊？这个表哈，我们有2边的，等一下你一停了就接在一起的。哦，就结在一起了。现在这个是普通表6块4，这边是机场加8块。哦，它自动的，一停表它就在一起。哦，是这样的。这全部都是自动化的，你不用担心司机会加多1毛钱，不会的，因为我们这边全部有，它有那个封住的，不可以动在里面。哦，封住的，如果这个封住的打开了，我们公司知道了就马上报警了。也就是在机场打车的话，你要有一个额外的一个机场税。除了在机场打车，我们平时打车呢，它也会有一些规则，比如说像凌晨的12点钟到早上的6点钟，你需要加跳表部分，就左边那个部分的50%。如果是周一到周五的早高峰，或者是周一到周日的晚高峰，你都需要加跳表部分的25%。当然，如果让我们计算的话，你刚刚到新加坡，肯定对这个不是特别的了解。当然，师傅已经说了，就是在新加坡不会有这种师傅乱加钱的这种乱象，所以下车的时候乖乖交钱就 OK 了。那我在新加坡行程开销最大的一部分就是住宿的那个部分，因为新加坡的地方它比较小嘛，所以你看它肯定全部都是寸土寸金的。如果要是想住到比较黄金地段一点的话，最低的价位经济型的酒店的话，都至少要1000块钱左右的人民币。那我也是对比了超久，最后选了2家的酒店。第一家呢，我是选择住在了克拉码头附近的一家酒店。我会把那个酒店的名称放到我的视频说明当中啊。在这个酒店呢，我住了3天，一共花了3400块钱，每一天呢是1100块钱，不包含早餐。它是一个就是20平米的一个双床房它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酒店呢，我觉得是我订的最成功的一个酒店，因为下楼的时候对面就有711，然后对面就是克拉码头，非常有名的那个珍宝海鲜和松发肉骨茶，就距离差不多100米左右。那我第3天去的那个牛车水，也就是新加坡的唐人街，步行就可以到了，大概走了差不多8分钟的时间。那酒店对面呢，就是克拉码头的地铁站，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那我选的第2家酒店呢，当时我和朋友就想体验一下有新加坡的高端酒店嘛，都已经到了这个新加坡了，咱们也消费一把。于是我们就订了新加坡洲际酒店。那这个酒店呢，在新加坡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而且它地理位置呢，绝佳。旁边呢就是一整条的那个美食街和来福士商场。但是我去逛了一下来福士啊，我觉得还是挺一般的，逛街还是要去金沙广场啊。包括酒店里边拍照也超级好看，我专门用了2-3个小时就去拍照。那它酒店呢有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游泳池，我们当时订的呢是一个双床房，订了2天含早，花费一共是6000块钱。那以我的旅行经验来说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是来玩的话，最多住2个酒店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那种辗转酒店的那种过程当中啊。总的来说呢，我建议大家住在克拉码头那个位置啊，交通很便利，下楼就可以吃到一些东西，而且呢，它的夜景也非常非常的漂亮。最主要的是它的价格也比较适中，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可以参考。那这次去新加坡之前呢，我也做了很多的攻略，然后把所有的这种热门的好玩的这种项目全部都列好表，根据它的这个游玩时间还有位置，我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规划。那我接下来呢，就一个一个的把我这次打卡的一些景点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包括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哪3个在我的表单当中是前3名必去。那首先呢，我第一个去的就是新加坡的标志性的建筑，叫做鱼尾狮公园，就是那个狮身鱼尾，非常非常的火啊。如果要是来新加坡没有到这个地方的话，就相当于你没有来到新加坡一样。那鱼尾狮公园呢和金沙酒店它是隔着一条新加坡河的，也就是说你到了鱼尾狮，首先你是可以远眺新加坡金沙酒店的，这个地方也是最佳的一个远眺金沙酒店的这个位置。那狮身鱼尾呢，因为我们当时是晚上去的嘛，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那个狮身鱼尾在很多的那种现代化的建筑的映衬之下，整个感觉我就像是钻进了电影里一样提前呢其实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为什么在新加坡这个狮身鱼尾这么的火。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鱼身的这个位置就代表着新加坡是从一个小渔村这样坚强起步的，然后越来越好。那狮头呢，是因为新加坡之前是有狮城之称的，所以就有了这个狮身鱼尾作为一个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那这个地方呢是不需要买门票的，大家来到狮身鱼尾最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拍照，就所有人到那个地方都是要拍照。我看到少部分的人还会坐到那个河边，就是欣赏夜景。然后呢，你们看我之前那个视频，肯定也知道有2个特别搞笑的拍照的方式，我当时真的都已经笑惨了。我剪片子的时候我都已经笑得不行，因为一个就是鱼尾狮洗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喝鱼尾狮的口水。我在现场看到所有人除了拍这种常规的这种游客照就是这种的照片，然后其他的全部都是在拍这2个姿势，真的非常搞笑。那第2天呢，我们去的就是新加坡环球影城了。那这个环球影城呢，我玩了差不多有1整天吧。这个地方它是全世界最小的这个环球影城其实一开始我是不抱任何的期望的，因为看大家说好像项目没有很多，再加上我之前有去过洛杉矶的环球影城，就非常的精彩，所以攻略上面大家都说它很小，我就降低了我的那个期待的那个程度。但是到了之后，我发现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非常的精致，而且其实呢有很多的元素，包括很多的那种环球影城的朋友们都是会有那种合影和见面会的。玩1整天，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至少我是玩了1整天。那我当时是早上10点多的时候就到了，提前我在网上面已经买好了门票，门票是390块钱，没有提前买那个优速通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说好像工作日的时候排队时间会比较少一些，我就听了大家的建议。但是当时呢，我到了现场，因为那天还下雨，人竟然很多。千万不要相信说什么你反着走的路线正着走的路线，怎么个路线避开高峰，不管你进园朝向哪个方向，都没有办法避免就是那些热门项目一定要排队的这种事实。所以大家呢确实也不必就是提前去购买优速通。其实我排队已经快要排到我了，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去买那个优速通。到了以后，如果你发现当天的项目排队时长是会影响到你心情的，立刻坚定的去买优速通。就你去每一个商店或者是那种项目旁边卖饮料食品的地方，全部都是可以买到的。每个项目
只玩一次那种优速通是300块钱。如果你是觉得你想狂刷项目的，像我一样，直接冲那个不限次数的优速通500块钱，绝对让你玩到爽，就是绝对是心情舒畅的，真的很快速。最难排队的那个侏罗纪漂流，那个时间显示写的是要等80分钟，但是我最多排队花了10分钟我就玩了。里边有很多值得玩的项目，那最值得玩的3个项目，一个是我超级无敌喜欢的变形金刚火种园，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木乃伊鬼屋，我刷了2遍，真的超级无敌爽，就是在那个完全暗黑的空间当中坐着过山车，这样在里边你都不知道它要冲到哪儿去。还有就是那个过山车，我基本上都是有2刷的。哦对，还有就这几个项目都需要存包，就在它的项目旁边啊，应该是8新元左右。新加坡动物园的3大动物园加上新开的那一个飞禽乐园，都是在一个大片的区域的，就是你乘坐交通工具到了这个动物园这一站，其实都可以步行到这几家动物园去参观。那我当时去的呢是新加坡动物园。哇，这个新加坡动物园我真的太喜欢了，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动物爱好者，就去到哪个城市我一定会打卡它的动物园。所以呢，这个新加坡动物园我当时真的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那这个动物园呢是被评为世界10大动物园中的第3名的，它也是亚洲第1的动物园。真的非常的生态，就是那种开放式的一个动物园啊。在这个动物园里边，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那种很拥挤啊，或者是环境很糟糕的那种铁笼子。温顺一点的动物的话，其实你是伸手可以摸到的那种程度。当然，你不可以触摸里面的任何一个动物，因为会被罚款。那种比较凶猛的动物呢，基本上会有一条河作为一个隔离带。然后呢，它的这个丰容也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就是动物丰富活动内容非常的厉害。我觉得这里的动物呢，居住起来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再加上游客的这个素质呢，普遍也会比较高吧，所以呢，不会有那种什么投喂动物啊，或者是拿东西砸动物啊、挑逗动物这种行为的出现相对呢，动物就不会有这种乞食行为啊、刻板现象，大家都是在一个相互尊重的一个前提之下和谐相处的。那我要建议大家可以在入园的时候去找园区的工作人员扫描他们那个二维码，你就可以直接下载它的那个地图。其实整个的园区的路线非常的规整，那基本上走下来的话，它是一个8字形的顺序和方向。你也可以坐那个园区的小火车，如果时间充足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逛得稍微仔细一点，因为真的非常的精彩。尤其是里边那个脆弱森林那个区域，我真的好喜欢，就是零距离的和那些非常珍惜的动物去相见，彼此相见。那动物园里面呢会有3个演出可以去看，当天演出的时间呢全部都会在你下载那个地图的左上角的标识。大家可以定好闹钟，选好场次之后呢，提前10分钟跟着地图往那边走就可以了。里边有一个表演叫做雨林大作战，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它不是那种非常强制的违背动物天性的那种演出，而是展示动物，为大家介绍就是这些动物的习性啊，比如说像小水獭收拾垃圾啦，让飞禽满场这样飞啦，那个环尾狐猴在你身边吃东西啦，等等等等的。最后呢，还可以和这些可爱的神奇动物们合影拍照，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那宠物表演呢，会比较适合小孩子一些，里边还有一个那个小朋友的游乐园，就如果你要是带小朋友去的话，可以去那玩一下，我觉得他们会比较喜欢。更多的细节大家可以看我之前有发布那支影片，会非常详细的带你走遍每一个区域。还有一个比较火的呢，就是新加坡夜间动物园了，但是我当时没有去，是因为我之前有去过清迈夜间动物园，再加上我那一天呢在新加坡动物园真的走得非常的累，就没有去打卡了。如果你要是没有去过夜间动物园，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个新加坡滨海湾花园呢，也是非常有新加坡特色的一个景点，它里面必玩的分别是花穹、云雾林、世界各地花园和超级树4个部分。那花穹和云雾林是需要购票的，另外2个呢是可以免费进去参观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呢，已经是下午的5点钟了，其实是去的有一点点晚了。虽然这个里边呢逛2个小时基本上就能逛完，但是如果你想要把那个世界花园全部都逛完的话，我觉得至少应该要留出4个小时的时间。那简单来说呢，它那个花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温室的一个植物园，它里边有不同的这种非常好看的造景。我当时去的时候呢，还赶上了它的日本樱花节的特别展览，现在已经换成了玫瑰展览，我觉得应该会更漂亮。
那其实它每一个时间段都会有不同的展览，大家可以提前到它的官网上面去看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云雾森林。云雾森林有2个区域，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瀑布。我当时一进去的时候，真的完全被震撼，真的太壮观了，就是那种科技和自然结合的那种仙境感。然后每2个小时呢，它会有那种云雾表演，就是你是有一种行走在云端的那种感觉。另外一部分呢，也非常的惊艳。如果你要是看过《阿凡达》的电影的话，你会非常的喜欢，就它100%的还原了《阿凡达》电影里边潘多拉星球的那种场景，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奇妙，就是阿凡达经典元素展现的淋漓尽致。还会有2个那种人机互动的体验，一个是可以阿凡达换脸，我当时觉得我那个换脸非常的帅，但是我看到大家的评论说帅到哪里，但我真的觉得很好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骑着那个大鸟斑蜥兽在潘多拉星球飞翔啊，合影啊，总之呢就是蛮有意思的。那我最喜欢的呢，就是它里边的那个星空空间，哇，真的很感动，感觉自己不是在那种现实世界，非常梦幻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有看过《阿凡达》的话，我相信你进去感受一定跟我一样激动。那晚上的那个超级树表演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一看。那个 Super Tree 呢，白天看它是高耸入云的，当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呢，它是那种星光点点的，大家都会躺在那个超级树的广场上面啊看那个表演，我觉得是一场非常特别的体验。牛车水这3个字呢，是来源于19世纪，当时呢华人住在这个地方啊，他需要就是牛车来运送水，所以呢就得到了这个名称。那这个地方呢是新加坡非常非常著名的 Chinatown。我当时呢急着换酒店，所以我逛的就比较紧张一些，但是真的还是非常值得去逛一下的。尤其是牛车水里边的佛牙寺，香火非常的旺。在4楼的位置呢，它供奉着释迦摩尼的佛牙舍利啊，但是里面呢不可以拍照，我就没有进去拍摄。我也进去感受了一下佛教的那个氛围，非常的浓厚。那1层呢会有这种免费的供香，大家可以在里边烧香祈福。2层和3层呢是一些佛教历史文化的这个展览，就是它的历史的这个氛围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那里边呢是有一些来自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这种佛教的文物，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去感受一下。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必须要去的，叫做马里安曼印度庙，是当时呢印度人在1862年的时候修建的。那它那个建筑风格和我们东方的建筑风格完全不一样，它会把那个印度的守护神和印度教的一些元素建到那个房顶上面。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美极了，它那个颜色的碰撞，再加上它雕刻的那种工艺，就精美绝伦，非常值得一看。那牛车水呢，有很多的街区，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些老字号，比如像一些中药铺啦、中国餐厅啦。当然，它的那种建筑风格也是经过了这种新加坡特色的改良的样貌啊，非常的清新，很多种颜色碰撞的那种感觉，也是新加坡旅行必逛的一个位置。小印度这个地方呢，我用了差不多2个小时我就逛完了。这个地方呢，就是生活在新加坡的这种印度族群聚集的一个地方。相比较牛车水或者其他的一些街区呢，它更接地气儿一些。我没有去过印度啊，我当时进到这个街区的时候，我都恍惚了，感觉自己不是在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的那种喧嚣和新加坡的这种风格形成了这种鲜明的对比啊。如果你想花1份钱体验2种国家的氛围的话，也可以去这儿打卡。我当时呢刚好没吃饭，我就在那个街上的印度餐厅盲点了一下，吃饭的位置旁边就是垃圾桶，然后会有很多的那种鸽子飞到你的餐桌上面去，就是你需要一边吃，然后一边在那轰鸽子，防止它把你的饼给叼走，还是很特别的这种体验的。我点了2个啊，像是玉米面一样那种饼一样的东西，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羊肉辣汤。吃的感觉呢，我只想说可能不会有下一次了。这种干净又卫生这种体验，我觉得1次就足够了。那金沙酒店商场呢，我去过了2次，一次呢我是从滨海湾花园结束之后直接坐地铁1站就到了，另外一次呢我是最后一天的晚上去又打卡了一下。那里边呢会有世界各大的这种奢侈品品牌，都是比较新款的，非常的好逛。那大家都知道啊，新加坡赌场是合法的，如果到了没有进去看一下的话，我觉得会比较遗憾。所以我第1天呢就想进去感受一下，但是我没有带护照。那第2次去的时候呢，我就进去了。那看到他们那种大起大落啊，那种
把筹码这样压上去的那种感觉，真的看得我当时超级无敌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紧张。里边是不允许拍摄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最好就是进去看一下就好了。反正呢，就是我没有玩，但是我也不是毫无收获。里边会有很多那种免费的饮料，我当时喝了2杯豆奶，我觉得好好喝呀。那每天晚上的8点钟、9点钟和10点钟会有3场幻彩生辉音乐喷泉，在金沙广场前边的那个新加坡河上边来进行表演。它是有那种激光啊、灯光啊、投影啊，还有那种音乐喷泉这样组合的一个比较算是顶级的一个水舞秀了吧。那你直接从那个金沙酒店的1层平台走出去就可以看到了，可以通过这种不同的视角感受一下啊。我当时还走到了那个地下1层，虽然它有可能有一点点要淋湿，但是近距离的观看，我觉得还是很曼妙啊，很壮观的。这个表演呢，也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新加坡必打卡的一个项目。那最后一天呢，我觉得也是最精彩的一天啊，就是去玩了新加坡的星耀樟宜机场。这个机场呢，是全世界被评选为最佳机场的，就是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娱乐体，就你在里边是可以购物、吃饭、游玩等等等等的，就是反正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很多的人呢，也在我的这个评论区里边问我，小马克，你当时在玩的时候是拖着行李玩的吗？我该怎么样去托运呢？它其实你在玩这个机场的时候是没有进入到海关的。你先去这个机场里边去玩，星耀樟宜去玩，然后玩结束之后呢，你才去过海关，才去进入到你的 T1、T2、T3、T4 的航站楼。那这个行李托运是怎么样呢？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啊，大家其实是可以提前24小时就办理它的托运手续的，它叫做 Early Check-in。那它的位置呢，就在星耀樟宜的1层。就你到了1层之后，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就是标识，它是和那个航站楼是相连的。然后呢，你到那个1层找到了那个 Early Check-in 的这个位置呢，你就可以直接通过它的那个机器去办理提前托运。它开放时间是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全部都是能够提前托运的啊。那支持托运的这个航空公司我全部都打到屏幕上边，大家可以去依据你到时候订的那个机票的航空公司来去进行托运就 OK 了。那我当时呢去星耀樟宜是提前了差不多5个小时就已经到了，但是我觉得我的时间都比较紧张，因为你还要花出1-2个小时的时间去留在登机上边，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就可以提前差不多6-7个小时到，我觉得是完全能够去把它时间充裕起来的。那你到了星耀樟宜，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它的那个大瀑布嘛，大瀑布是它里边最大的一个特色。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去不同的这个位置去感受那个大瀑布的那个壮观。比如说像地下1层、地下2层，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它那个会有一个那种圆柱体的，然后它那个大瀑布的水会从那个圆柱体这样流下去，你能够近距离的触摸到它的这个像花瓶一样的这样一个装置啊。那你到了2层、3层、4层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在森林里边看一个大瀑布的这种感觉，然后不定时的会有那种云雾缭绕的那种喷下来，然后当那个列车从那个云雾穿梭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仙境，哇，真的太优秀了！我不得不给这个星耀樟宜要鼓个掌，它不得不被称为是最佳最美的一个机场。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购物，你想吃饭，你也可以在这个里边去找到你喜欢的品牌吃到你想吃的东西，因为真的是琳琅满目。但是我建议大家在你吃喝之后一定要去玩，因为它的5层的这些所有的游乐设施一定是你之前没有过的体验。我当时去了以后，就是排队的人很多嘛，他买票的那个位置很多的人在排队，所以我当时还挺着急的，因为我当时距离飞机起飞的时间还是蛮紧张的。但当时呢，有一个新加坡的小哥哥，他就过来，他说，其实你可以从星耀樟宜的官方网站上去买票然后我就打开手机，迅速的买好了票，基本上全程没有花超过10分钟的时间。必玩的有哪些啊？第一个是它的大滑梯，真的非常好玩，不限次数，很多的大人都会去玩就是感觉大人进去以后就会变成小孩子一样。然后它有2个滑梯，一个是那种黄色的那个大滑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旋转的那个大滑梯，我当时也玩了好几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那个跳跳网，它那个跳跳网真的很高，建立在那个就是5层
到1层这样高的距离，然后你就在上边是没有办法走的，你直接只能在上面去跳。它也蛮大的，你能玩的区域也是蛮多的啊。但是这个项目呢，就是很耗费体力，我当时玩的我都已经体力透支了。然后第3个呢，就是它的那个天空行走网，这个网呢，如果你是恐高，就不要去玩了，因为它真的是离那个地面会有非常非常高的那种落差。我当时玩的时候，因为我不恐高嘛，我还挺乐在其中的。但是当时有一个小哥哥，他真的吓得就是牢牢的抓住那个网子，他女朋友还在那个地方在吓他，我当时真的要笑死了。那还有就是镜子迷宫、森林迷宫啊，等等等等，这些呢留给大家去慢慢探索还有体验。在时间规划上边呢，鱼尾狮2个小时，新加坡环球影城1整天，动物园这个园区1整天啊，滨海湾花园半天，小印度和牛车水半天，金沙商场1晚。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时间合理的去规划你们的行程。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我没有打卡到，比如说像新加坡科技馆啦、国家博物馆啦，那下一次我一定会去感受一下。那新加坡的物价呢，真的是在我的感受当中是真的很高的。其实在我去之前呢，我查过一些攻略啊，提前也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是当我到了之后呢，在便利店看到矿泉水的价格的时候，我真的当时被震惊到，1瓶矿泉水竟然要4新币，也就是说人民币的20块钱。我当时呢就直接问了一下那个出租车师傅，我说这个是正常的吗？于是我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因为新加坡它是高消费的，是，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进口的，是吧？包括水。水也是进口的，水每天从马来西亚进口。所以我说我刚才看到那个矿泉水好像都卖很贵，要1.7块新币，1.7块算便宜了咯，已经算便宜了。等一下有卖10块的都有哦。当然呢，在我发布影片之后呢，评论区也有很多的新加坡的小伙伴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去了711，大部分的矿泉水都是在2新元以上的，所以大家呢一般情况下会去超市购买，价格一般也是5毛新币或者是1块新币这样。当然我觉得这个价格贵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嘛。第一个，新加坡确实它所有的这个水资源都是靠从马来西亚进口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当地人赚的，人家赚的是新元嘛，年轻人一般月薪都能到5000到6000新币，所以这个价格横向比较起来的话，应该算是比较正常的吧。但是以我的经验就是，如果今天的行程是去景点，那我一定会准备一个矿泉水瓶，就是我喝完之后呢，我可以在那个景点就是那个位置有很多那种接纯净水的这个地方，那包括很多的这种商场呢，也会有这种直饮水的这种地方。那接下来最重头的部分就来了就是我这一次新加坡5天4夜游一共花了多少钱，我跟大家来说一下。那在机票的部分呢，我一共花了是从国内飞新加坡880块钱，新加坡飞清迈1766块钱，一共是2646块钱。那签证费呢，一共是花了300块钱，但很开心的是我获得的是2年签证。那手机卡呢，一共是35块钱，打车、地铁和公交加起来一共是446块钱。门票呢是环球影城390块钱，滨海湾花园183元，动物园215元，一共是788元。吃饭呢一共是花了536元，酒店呢前3天一共是1700元，最后的2天核算下来我是花了3000元，一共是4700元。那纪念品呢一共是728元，总共的价格是10177元。你觉得5天4夜的新加坡这些钱我花的是多了还是少了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当中跟我来互动。今天这期视频呢，可以说应该就是全网当中最详尽的一份新加坡攻略了毕竟它也是由这1万多块钱再加上我1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剪辑和拍摄组成的那我其实也是想把我的这种快乐的体验分享给大家，当然也可以去帮助一些未来想去新加坡旅行的这些小伙伴。当然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去点赞和订阅，这对于我的频道真的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接下来呢，我将会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快乐清迈，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的频道。我是小马马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